吉米最近发现一个大部分人都存在一个现象，看到自己脸色不好、嘴唇苍白，就判断自己气血不足。其实这样说对，但不全面。你了解气血不足真正的表现形式和危害吗？今天吉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气血这个东西，以及教你怎么对付气血不足。气血对于人体就像水分对于花朵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：人之所有者，血与气耳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之所以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，全是体内气血正常运行的结果。中医讲气属阳，在人体内起到推动、防御、固摄的作用。血属阴，它的运行需要气来推动，并且气能够保证血固定在血管之内流动。同时，气来源于血，如果脱离血，气就会变成人体内的邪火，危害人体的健康。所以气血是互生共存、不可分割的。我们常常会看到保养好的人，皮肤里白里透红，头发乌黑有光泽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行为举止就充满了生机的活力。这样的人气血就非常的充足，而气血不足的人呢，就像花儿枯萎一样，整个人失去生命和动力。不仅如此，气血不足还会产生各种疾病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，血气不和，百病变化而生。意思就是说，气血不足，人的身体会变着花样生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人体的保护机制，因为身体所有的部位都需要气血的濡养。如果人体的气血不足，身体就会先牺牲头发、角质、皮肤等等相对不太重要的部位，来保证五脏六腑的气血充足。依照这个原理，人体在气血不足的初期会出现皮肤蜡黄、失去光泽和弹性、黑眼圈严重、头发干枯分叉、容易长皱纹和色斑的症状。这也是大多数朋友判断自己气血不足的依据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如果人体长期处于气血不足的状态，五脏六腑的气血也开始不足，我们就会出现严重的疾病，比如头脑相关的，经常头晕、头痛、耳鸣、健忘，东西在手上还要到处找，经常失眠。跟脾胃相关的，早上起来明明很饿，却吃不下早餐，还感觉自己反胃恶心，自己非常注意饮食了，还是容易便秘和腹泻。跟心肺相关的，明明休息很长时间了，起床了还是无精打采，跑几下就气喘吁吁，心情莫名的烦躁，总是无辜的担惊受怕。因此，气血不足可不仅仅是皮肤暗黄多斑点、嘴唇血色不足那么简单，严重起来还可能导致血癌。所以一定要注意在初期就重视，不要让它继续严重的发展下去。有的朋友就说了，这个我也懂啊，但我是天天吃红枣、龙眼、乌鸡、黑芝麻等等补气的食物，但是怎么还没有效呢？敲打人体造血经，血足身体棒。知道自己血气不足，就要去吃补气血的食物，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。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——脾胃。中医讲脾主运化，脾胃能把人体吃下的食物转化为气、血和津液。如果人的脾胃运化能力不强，即使吃再多的补气血的食物也无济于事。所以补气血的第一步，应该先让自己有一个强健的好脾胃。同样，《黄帝内经》也记载，治胃独取阳明。阳明指的就是胃经，而痿症指的就是气血不足引起的疾病。意思就是说，调理气血不足引起的疾病，首先要保养好自己的胃经。那究竟该怎么做呢？方法非常简单，大家跟着一起来做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胃经在哪里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一张胃经图。了解了位置，我们就可以手握空心拳，沿着胃经的路径，从锁骨开始，顺着胸部，经过肚子，一直敲打到两腿的正面，再敲到脚踝。敲打到小腿的时候要小心了，这里有很多很重要的穴位。凡是要敲打的时候有感觉到明显的酸胀痛的感觉，就要重点敲或者重点按揉，稍微加大一点力度。如果感觉轻疼痛酸胀，力道就刚刚好。胃经上特别要重视一个穴位，就是足三里穴。穴位本意是胃经的气血汇集于此，其功效为健脾益胃、疏通经络、强壮保健。宋朝医书《医说》中记载：若要安，三里常不干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如果需要想平平安安的，就要经常艾灸三里穴。所以可见足三里在胃经中的重要性。所以当我们拍打这个穴位的时候，
一定要拍打5到10分钟，或者用拇指或者中指在足三里穴上每分钟按压15到20次，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到了脚背也要重点敲敲，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手别斜着，敲敲打打就能把身体给调养了。最好的滋补气血之品，由内而外的滋补。这里推荐一个美味补气血的粥——桂圆莲子粥，用的食材也是非常常见，桂圆、莲子、大枣和糯米，这几种食材可都是补气养血的能手。桂圆性比人参，清代名医王梦英称桂圆是果中圣品，老弱患之。桂圆在民间还有南方桂圆、北方参的说法。中医药典记载，桂圆肉皮干，性温，归心、脾两经，有着补益心脾、养血安神的作用，可用于气血不足、健忘失眠、血虚、萎黄等问题。莲子，通经活血莲子历来是被认为极佳的药食同源食材。莲子羹就是皇室的养生甜品。唐朝著名医师孟显说，莲子主五脏不足、元气受损、伤中气绝，利益大12经脉气血。意思就是说，莲子可以补益全身12经脉气血的功效。红枣大家都不陌生了，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五果之一，是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上等佳品。糯米健脾暖胃，糯米是做各种粥类的基础材料之一。中医的药典记载，糯米味甘，性温，归脾胃肺3经，具有补虚、补血、健脾暖胃的功效。用它们一起煮的粥，有着滋补心血、益心宁神的功效，对女性朋友常见的心阴、血亏、脾气虚弱、心悸、健忘、面黄肌瘦等症有非常显著的效果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去掉桂圆的外壳和心，去掉大枣的核，将桂圆肉、莲子、大枣、糯米洗干净。第二，将4种食材一起放进砂锅中，加入清水，先用大火煮熟烧沸，再改成小火把糯米煮开煮烂就可。第三，之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适量的冰糖和白糖来调味。好了，关于气血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共享中医之美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民以食为天，咱们老百姓睁开眼吃饭，养好脾胃是最重要的。中医认为，得胃气者则生，无胃气则死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只要这个重病之人还能进食，若调治得当，即可望转机。此即所谓有胃气者，病情不轻亦轻。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了脾胃的重要性，聪明爱自己的朋友这几年都很重视自己的脾胃调养。昨天还有朋友来问我，杰米，我注意养脾胃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请问脾胃改善的表现到底是什么？怎样才知道自己的脾胃改善了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下面就跟大家来说说脾胃变好的4个表现。朋友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，看看你的脾胃变好了吗？第一，胃口变好了，每天想吃东西不一样，比如今天想吃咸的，明天又想吃甜的，今天想吃点清淡的，明天又想吃点油的，等等。身体当下最需要什么，它自己会告诉你的。第二，大便也好了，不容易便秘了，大便也成型了，容易拉出长香蕉一样不易沾马桶的大便。第三，觉得有劲儿了，说话干活有劲儿了，不再是有气无力，也比较愿意讲话了。第四，气色更好了，脸颊开始慢慢有红润之色，甚至皮肤下垂、面部红肿情况也能改善，小脸会变得更加的紧致。胃经五腧穴，很多人脾胃不好，但却吃得非常讲究，四物汤、玉林膏、西洋参等等，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考虑能不能吸收呀。脾将后天的营养给人气血的持续的供应，但气血总是随进随出，并没有真正的保留下来。如果想要健壮、想长寿不衰，那就需要有个地方像仓库一样，能储存足够的气血，不让脏腑挨饿，才能实现。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胃经，人体气血最容易汇聚的地方。不得不说，胃经这条经络非常长，这条经络从头到胸到腹到大腿到膝盖到小腿，最后直达双脚，
可谓是连通全身。如果它畅通无阻，不但能让人睡得香、胃口好、脸色红润。不过按摩胃经着实有点困难，所以今天我就会告诉大家，通过胃经补充气血的捷径，刺激五腧穴。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样一个概念和名词，它指的是我们的人体经络在膝关节以下的特定穴位，有颈、营、枢、经、合5个特定穴位，分别对应着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5行。下面就带大家认识和如何利用五腧穴给我们身体养好胃经，养好脏腑。颈穴，立兑穴。立兑穴最早出现于灵枢本书，胃出于立兑，立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，为颈经。这告诉我胃经的精气出自于立兑穴。立兑穴在我们脚趾第2指尖端的外侧，我们称此穴为颈穴。涌泉之水从颈中涌出，针对胃经不畅引起的失眠、心悸等问题，首选立兑穴。中医当中，立兑穴的立指噩梦的意思，兑是八卦中的一卦，代表的是沼泽。立兑的意思就是掉进了噩梦的沼泽中。这个穴位对于多梦以及爱做噩梦的人来说特别有用，它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。每次按揉1到3分钟，还能达到疏觉醒神、和胃理气的功效。营穴，内庭穴。内庭穴是足阳明胃经的营穴，最早出自于灵枢本书中。它位于人体足背部第2、3指尖缝纹端。中医中有营主生热的说法，营穴主要的功能就是清热泻火，用于热症。像很多朋友平时消化吃辛辣刺激肥甘厚腻的食物，就容易出现胃火旺的情况。中医认为常出现的口臭、便秘、牙龈肿痛、出血、口腔溃疡等都与胃火有关，不妨每天坚持按揉一下内庭穴，它就是我们身上自带的牛黄解毒丸，泻火效果极佳。用一侧大拇指用力按在同侧足背的内庭穴上，力度可以稍重一些，以微痛为佳，逐渐的用力深按，保持10秒，然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1个循环，每侧内庭穴按压5分钟，早晚各1次。腧穴，陷谷穴。陷谷顾名思义，就像陷入了山谷，精气从上而下，在胃经部经水的聚集之处，除了有清热解表、理气止痛的功效，还能调理胃下垂，帮助人们提升阳气。这个穴位还是一个调理时辰的穴位。我们都知道，足阳明胃经是上午7点到9点。假如你在每天早上7点到9点就脚痛、头痛、胃痛、眼睛痛等等，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是哪条经络，只要按时间、按时辰出现的，就可以刺激陷谷穴。并且有胃炎、胃下垂、肠炎、结膜炎的疾病的朋友，可多按揉陷谷穴进行调理。按摩手法是用指尖向下揉按，早晚各1次，先左后右，各揉按1到3分钟。它的位置在2、3脚趾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。经穴，解析穴。解析穴位于足背与小腿交界处的横纹中，一般认为是人们系鞋带的地方，所以也有着草鞋带的别称。解析，解有解脱、分解的意思，析地面流经的水流之意。解析也就是说，是胃经的经水由此穴散解，流溢四方。当胃火旺盛，阳明积热，热邪就会循着胃经上攻，此时就会出现流鼻血、口舌疮、咽喉疼痛等症状。此时刺激解析穴能清降胃火，使热退毒消，从而达到消肿止痛、清利口咽的作用。朋友们在睡觉前仰卧在床上，一只脚的前后跟搭在另一只脚的解析穴上，脚跟不断的敲打，同步深呼吸，敲打5分钟左右，然后2只脚再轮换着进行就可以了。这对清胃降逆、健脾化湿有一定的效果。合穴，足三里。胃经那么长，上面的穴位那么多，但要说哪个穴位是最关键的，绝对是足三里。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那我推荐你只要集中精力艾灸足三里就好了。足三里是胃经的合穴，几乎所有的胃病都可以用足三里来调理。它位于小腿外膝眼下3寸，筋骨外侧，
从头顶到足底都是足三里的组织范围，它是人体重要的防病治病的穴道之一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、疏风化湿、扶正祛邪、调节机体免疫力、增强抗病能力。如果朋友不善艾灸，经常去揉按足三里，用右手的拇指指腹按揉左侧足三里2分钟，用左手拇指指腹揉按右侧足三里2分钟，每次1到2次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尝到比吃补品更实惠的甜头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而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制作的原因。如果喜欢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